问我。大小姐，别动！这人受了重伤，还在被人追杀。大小姐，咱们别多管闲事了。今天可是你新婚大喜的日子，千万别让血光冲撞了呀！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上轿吧。在那儿，快追！公子，你受了很重的伤，帮我包扎一下。那万里挑一的玄阴之体，骨血中4代异象，只有您这样的玄阳之体才能够闻得到。他血中的异象，为何令我如此燥热？难道他就是我找了10年的玄阴之体？公子，你看我做什么？阳毒发作之际，只需与玄阴之体肌肤相亲，便可缓解症状。说什么忘却富贵，怕什么千里情归，心恋我百转千落教，你这个登徒子，我好心救你性命，你却轻薄于我，你给我滚下去！滚下去！快走，快走！属下护驾来迟，还望殿下恕罪。禀殿下，这次的暗杀是2皇子找人设计的，他为了跟您争夺皇位，竟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。哼，皇位已经是我的了。去，给本王查一个女人。殿下想找的女人有何特征？属下会尽快找到。她今日大婚。哎呦喂，前王殿下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能够赏脸驾临犬子的新婚宴，下官未曾远迎，还请见谅。新娘子人在何处？回殿下，新娘江莲与我儿拜过天地之后，已回卧房，正准备与我儿入洞房呢。江莲。殿下，殿下！莲儿，夫君来和你同房了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擅闯本公子的婚宴？你是……
唯有与那玄阴之体的女子交合，您才能化解阳毒，长命百岁。失去的都已是曾经，暗月梦烛烟。夫君，你先别急，这盖都还没掀呢，要不我们先喝交杯酒吧。铁郎向来是个文弱书生，怎么在床地之事上竟是这般幽默？这牙印不好，他不是李兰，你滚开！是你？怎么是你啊？你这个登徒子，你怎么闯来这儿的？放手！别动，躺下，继续。放开！放手！救命！救命！你别过来！你敢过来，我就……我就死在你面前！放手！你先把刀放下。你先滚出去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李郎，公爹，婆母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江莲，现在你只有2条路可以走，一是乖乖跟我回房从了我，二是让李家这上上下下53口人给你陪葬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就见过你一面，你为什么追着我不放？为什么要难为我的夫家？毁掉我的大婚，毁掉我这一辈子！你这么喜欢抢，那我不介意当着你夫君和公婆的面，让你尽情的叫公公。敢！李小婉绝不会把江莲让给你这个欺男霸女的畜生！你要带她走，除非从我的尸骨上跨过去。一此不可，即可知他的身份啊！莲儿，儿啊！聒噪！你杀我夫君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第一，他不再是你的夫君；第二，现在李家53口人的幸福由你掌握，所以江莲，你怎么选？不要！ 3，不要！你就是个疯子！2，1。不要！不要！好，我答应你。放我下来！你放手！我告诉你，我
我虽然与李郎已经和离，但私奔乃是大罪。你若真心想要我，必须3媒6聘8抬大轿娶我进门。你若不答应，非要对我行违背礼数之事，那我就以死以证明前。好，你要名分，那我便给你名分。明日我会去江家提亲，将你风风光光娶进家门。那你先报上名来，我明日回母家，也好向父母禀明。不必了，明日提亲之时，你就知道我是谁了。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！您寻觅10余载，终于寻到那万里挑一的玄阴之体了。只要您与这女子同房，必定能化解阳毒，健康长寿。那登基之事，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。不过，老夫不得不多嘴一句，您的玄阳之体，天生克耗那女子的玄阴之体。一旦同房，定会严重损伤那女子的体魄，轻则沦为残废之躯，重则她会命丧黄泉了。既是我前王正妃，那就给她风光大葬。伤风败俗的逆女，你还有脸进我江家大门？哼！爹爹，你替女儿解释。小妹，你好解释什么啊？整个京都城的百姓谁不知道，我们江家的小女儿在新婚之夜跟野汉子滚上了床。咱们江家可是名门望族，怎么出了你这个品行淫乱的荡妇？爹，姐姐，我江莲对天发誓，绝没有与那人做不轨之事。只是事发突然，他强行闯入我的洞房，我也是深受其害。我今日回家，就想请你们为我做主。替你做主？我可没有你这样自甘下贱的妹妹，脏死了！小妹，你怎么有脸回家的？难不成那个野汉子玩腻了你，便扔了你这破鞋，所以你只能回娘家求我们收留了？不是的，爹爹。那人答应过我，他今日定会来江家提亲，会给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名分。我今日回来，也是想和你们商量，求你们允了这门亲事，以保全江家的脸面。既然让你毁了名声，我这辈子就许了你了。只是，你真的回来吗？哼，一个无耻狂徒的话，你竟然也信？他人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来提亲呢？该不是个又脏又臭的乞丐吧？连我江家的大门都进不来。爹，哼，不要啊！幼女江莲，新婚之夜竟与外男苟合，按我江家家法，即刻以禅堂处置。爹。那人答应过我说今日一定会来的，爹，他一定会给女儿一个名分的，爹。住口！一个没钱没势的狂徒也配到我江家提亲？你以为什么野男人都配做我江家的女婿吗？你可知道，你大姐夫官从7品，你二姐夫更是官从5品，工部员外郎。他们效忠的大人物，那可是朝堂上独揽大权、富贵滔天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前王殿下。就是，不能因为你这个败坏家风的女人，脏了我们在前王殿下心中的声誉，毁了我们的前程。赶紧把这个臭婊子进出楼沉塘。不要，爹爹，我求你们再等上一等，他很快就会来的。爹，他答应我的，
他一定会来提亲的。我看谁敢动我的前王妃！九皇子前王萧玉，携黄金10000两，白银1万斤，古玩800件，良田3000亩，求娶江家幼女江莲为妻。我看谁敢动我的前王妃！九皇子前王萧玉，携黄金10000两，白银1万斤，古玩800件，良田3000亩，求娶江家幼女江莲为妻。他就是权倾朝野的九皇子前王萧玉，他就是全京城女子都想嫁的那个男人，萧玉。他竟然进了我们江家的大门！不知殿下驾临寒舍，有失远迎，望殿下恕罪。这一世太漫长，却知不知知天涯间，虚人迹，哪里过若是世间？谁给你们的狗胆，敢对本王的妻子大怒气？妻子？我没听错吧？前王殿下竟然说江莲这个不知廉耻的小贱人是他的正妻？该不会昨晚抢婚江莲的那个狂徒就是前王殿下？你是九皇子前王萧玉。都说前王殿下选妃10多年，千千万万美人都入不了他的眼，怎么偏就看上了江莲这个小贱蹄子？前王殿下可是9个皇子中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，那江莲日后岂不就当上皇后了？本王今日来是想向你们江家下聘，风风光光地迎娶江莲为妻。谁知你们竟如此凌虐她，还将她进猪笼。她可是本王的正妃，你们打的不是她，打的是本王的脸。你们如此欺辱我，该当何罪啊？殿下，殿下饶命啊！草民当真不知道莲儿就是您的正妃啊！把他们拖下去，进猪笼。殿下饶命啊！殿下饶命啊！莲儿还不给殿求情啊！殿下，他们毕竟是我的亲人，血浓于水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放过他们？求我？这一世太漫长，却知不知你的诚意？那你想要什么？回府完婚。前王殿下权倾天下，想嫁你的女子千千万，为何执意要娶我为妻呢？殿下，您想解阳毒，要了他的身子便可，又何必娶她为妻呢？他想要本王的名字，本王要他的命，各取所需，两不相欠。可是这场婚宴置办的极其简陋，就连1个宾客都没邀请，是不是不太合理智？理智？哼，她也配？她嫁给本王，不过是她江家贪图前王府的荣华富贵，她也不过如此，想通过本王登基，一跃成为皇后。
一个嫌贫爱富的俗女子，何必为他费心？何况新婚一眼过后，她就会死。办婚宴的心思，不如花在办葬礼上。为何执意要娶我为妻？因为恭贺九弟和弟妹新婚大喜啊！这对灵位是兄长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，祝你们夫妻恩爱甜蜜，早日归西。这是？看样子弟妹还不知道，我九弟他天生玄阳之体，活不过30岁。你嫁给他，不是冲喜，就是陪葬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天下人都说，我九弟定会黄袍加身，剑座登基。你一定是听信了这传闻，才费尽心思嫁给他的。只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。你有所不知，我九弟虽然文韬武略，但他是天生的玄阳之体，注定活不过30岁。所以，将来剑座登基的不是他，是我。俗话说得好，早死早超生。正好弟妹先进门，兄长就送你们一个痛快的解脱，祝你们黄泉路上新婚大喜！不好，阳毒怎么偏在这时候发作？殿下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不错呀，想不到弟妹的美貌竟是如此倾国倾城，不愧是我九弟选妃10年，从成千上万女子中选中了你这么个美人。既然如此，本王改主意了，你不是想当皇后吗？你看我九弟现在这样，阳毒入骨，必死无疑。等他死后，你无依无靠，沦为过街老鼠。别说皇后王妃了，比之村野弃妇都不如。可倘若你改嫁给本王，本王现在就许你正妃之位。等本王日后剑座登基，你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传承六宫，至尊无上，荣华富贵应有尽有。怎样？你可愿弃暗投明，改嫁给本王？王妃，你怎么能？果然在他呀，就只有荣华富贵。为了皇后之位，什么都可以抛弃。啊！我江莲乃是九皇子萧玉3媒6聘娶来的正妻，李毅继承，我这辈子都是他的人。无论富贵滔天，还是贫贱流离，无论青云之上，还是黄土之下，我生机是他的人，死亦是他的骨。李毅铭记，至死不渝。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，我江莲绝不稀罕。
一个嫌贫爱富的妇，想要借着远房登基，我江莲一跃成龙，绝不行。他想要本王的命，生计是他的人，本王要他的命，死亦是他的苦。心灰意冷，礼义明节，他就至死不渝。贱人，白给的富贵你不要，不识好歹。对，我江莲就是不识好歹，可不像二皇子您啊。听说二皇子为了夺取皇位，贿赂百官，散布谗言，使得陛下猜忌，错杀了3位皇子。你这里的藩国，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。九皇子他虽有疾在身，却是文韬武略，百姓爱戴。像你这种贪婪又无能的皇子，有什么资格跟他相提并论？找死！晚来听水走，只一听秋水问浮游。几轩名不可两杯斗，却和心相思最温柔。我是你二哥，你不能杀我！跟我走！殿下，你的羊肚。殿下，殿下，小雨！殿下，你这是要去哪？王爷他受伤太重，阳毒发作太猛，要去寺庙里治病，只怕过几日才能恢复。对了，我炖了鸡汤，补身子的。您要不带上？皇妃，这汤汤水水的路上碍事，何况这里是京城，哪都有卖鸡汤。带着吧。我想问一下，王爷既然是玄阳之体，理应专心治病解毒才是，为何要如此着急娶我为妻呢？夫人，您有所不知，王爷就是为了治病活命才娶您为妻的。这是为何？因为您是这世上唯一的玄阴之体。大师说了，只有跟您圆了房，王爷才能化解阳毒，长命百岁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跟王爷圆了房，就可以保王爷身体健康，并顺利登上皇位，是吗？正是。有您这样一位夫人，是王爷之幸，也是天下之幸啊。殿下，您的阳毒已攻入心脉，状况十分凶险，您必须尽快与江莲圆房，即便这会危及他的性命，否则的话，您恐怕难逃大限呐。我江莲乃是九皇子萧玉3媒6聘娶来的正妻，我生即是他的人，死亦是他的苦，礼义明节，至死不渝。陛下，她不过是一介民女，命比鸿毛，而您是必将继位的真龙天子，命比泰山。她这一死，救的不仅仅是您的性命，更是这江山社稷，百姓万民。这可是他江家世世代代求之不得的荣幸，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？若愚，属下在。去，给那女人多备些金银珠宝，作为陪葬的名器。待远方后，便将她风光大葬。是。
只不过库房里的宝物太多了，总是要挑选一些才是。不知您想备些什么样的？只要是他喜欢。王妃，王爷他说，给那女人多备些金银珠玉，作为陪葬的冥器。他说那日婚礼置备的不周，所以送了一些聘礼过来作为补偿，要送上1001件才配得上您王妃的体面。这些都是库里面的一些宝物，喜欢哪件您随便挑。这些宝物虽好，可是我并不喜欢。我只想，此生若能跟王爷长相厮守，便足矣。王妃，这些宝物都是王爷的一片心意，你还是都收下吧，不然王爷会责怪我的。这些宝物虽然名贵，却都是我不喜欢的俗物，真是可惜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这京城的兰阴寺许愿极灵，但香火钱也极贵，不知你可否带我去看一看？兰阴寺，那不是殿下疗伤的地方吗？恭喜前王殿下，终于寻得玄阴之体了。10年了，我等追随殿下鞍前马后，披肝沥胆，如今终于能亲眼看到您登上皇位了。虽说那玄阴之体的女子会因此牺牲，但她能以正妃的名分在前王府风光大葬，就连陪葬品都是价值万金，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为什么我终于寻得了救命的解药，终于能长命百岁，继承大统，可心底里却没有那么高兴。报！殿下，王妃她非要到兰阴寺来，已经到山门了。您看，要让她进来吗？王妃，她来这做什么？她说，她是来向神佛求愿的。让她进来。女施主是来求愿的。是，大师。这些金银珠玉都是信女的夫君刚补给我的聘礼，但信女并不喜富贵之物，便想来此宝地圈作香火钱，祷告神佛实现信女的3个心愿。3个心愿，竟用万金来换，他许下的会是什么心？怕不是我登临位，他登凤，权倾天下，一生富贵。既然不喜富贵，你又想求什么心愿？不妨向神佛告知一二。神佛在上，信女江莲有愿相求。新婚不久，夫君重疾在身，且多病多灾。朝堂之上，斗争险恶，血雨腥风，因此送上万金香火，以求神佛。一愿夫君健康长寿，无病无灾；2愿夫君与世无争，事事平安；3愿夫妻恩爱，白头到老。陛下，您的阳毒已深入膏肓，倘若再不与江莲圆房的话，您恐怕
命不过今晚了。倘若再不与江莲圆房的话，您恐怕命不过今晚了。本王知道。殿下，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您向来杀伐果断，怎么就为了儿女情长，置自己的生死安危于不顾啊？殿下，您带领兄弟们卧薪尝胆10年，求子夺嫡，历经万险，如今终于得偿所愿，不但寻得了救命的解药，更是能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。你怎么能为了区区一个女人，就将这10年的心血都付之东流呢？殿下，您只在乎那个女子的性命，可兄弟们也是出生入死，追随了您10年，就是盼望着您荣登帝位的这一天。可如今，您却为了那位女子如此犹豫不决，您真是要将誓死相随的兄弟们置于何地？又将这江山社稷、天下苍生置于何地呀？属下愿以死相见，求殿下与王妃圆房。属下愿以死相见，求殿下与王妃圆房。殿下，既然您执意守一人弃江山，那么我们兄弟们也没有苟活的必要了。求子夺嫡，成王败寇，与其等其他皇子登基，对我们赶尽杀绝，不如我们现在就自刎了断。够了！回府。是。殿下，你回来了。江莲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殿下，这是妾身欠你的洞房花烛。殿下，妾身明白，只要你与妾身圆房，方可救你的命。能帮到你，是我3生有幸。潇潇风雨，苦苦地吹，不愿再独自绽放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请夫君为妾身掀盖头。什么人生一离不美，回首似梦如若能再多看一眼，倘若再不与江莲圆房的话，您恐怕命不过今晚了。夫君，按照规矩，该喝交杯酒了。一旦同房，定会严重损伤了女子的体魄，重则她会命丧黄泉能帮到你，是我3生有幸。
既是我前王政，那就给他风光大葬。我江陵乃是九皇子萧玉3媒6聘娶来的正妻，礼义明节，至死不渝。医愿夫君健康长寿，无病无灾。你必须尽快与江莲圆房，即便这会危及他的性命。2愿夫君与世无争，事事平安。下愿以死相见，求殿下与王妃圆房。3愿夫妻恩爱，白头到老。他这一死，救的不仅仅是您的性命，更是这江山社稷，百姓万民。大喜之日，夫君为何落泪？与心爱之人完婚，喜极而泣。新婚而已，皇后还有一辈子呢。皇后还有一辈子呢。殿下，苏彩蝶苏小姐到二门了，她吵着闹着非要见您。苏小姐，她是谁？夫君，今夜可是我们的新婚夜，能不能不走？改日吧，今晚本王没兴致。新婚之夜，他竟然为了那个苏小姐抛下我，难道在他心里对我没有半点情谊？只当我是拿了治病的解药。怎么，我一来，玉哥哥就出门去了？快说，王爷去哪儿了？本小姐要见他。苏小姐，王爷他不想见你，刚才还让老身转告您，他已经有了妻室，你以后不要再来前王府，怕王妃误会。你与他青梅竹马，更应该避嫌才是。王爷已经娶了妻室，本小姐才是圣上亲赐的前王正妃，是哪个不长眼的小贱人，竟敢跟本妃抢玉哥哥？殿下，您的玄阳之症已显出死相，老夫只能违背天道，用借寿之法为您续了7日的阳寿。您今晚不是决定和江莲圆房了吗？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啊？7日内找到让江莲活下去的办法。要救活江莲，殿下，您该不会真对那女人动了情吧？少废话。若找不出救她的办法，我让你跟她一起陪葬。可是殿下，这阴阳结合，她必有一死啊！一旦圆了房，江莲她不可能活下去的呀。是吗？那你也没必要活下去。老夫不敢，这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只是过程十分凶险，不知殿下敢否一试？听说昨晚王爷未行房就走了，一夜未归，这床铺上连落红都没有，看来是真的了。你还不知道吗？这皇上啊，把皇后娘娘的亲侄女，也就是苏彩蝶小姐，指婚给了王爷呢。我看啊，这王爷就是为了苏小姐才不肯碰她的。怪不得呢，那苏小姐不仅和皇后同宗，跟王爷又是青梅竹马。我要是王爷呀，肯定会为苏小姐守身的。你回来了，怎么不
苏小姐。幼年相识而已，我跟她没什么。没什么，洞房花烛夜都抛下了，还真是没什么。别多心，昨夜本王并不是去见什么苏小姐，此事说来话长，待7日后本王回来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7日后，殿下是要去哪儿？莲儿，你安心在王府等着，等我回来。小雨，你对我到底是不是真心的？娘娘，你可要给侄女做主啊！昨天我去前王府找玉哥哥，那个老嬷嬷说玉哥哥他已经成婚了。那个叫江莲的女人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，敢跟我抢玉哥哥，还要夺我的正妃之位。什么？犯了天了！你可是本宫的亲侄女，是皇上给9皇子指婚的正妻，哪来的小贱蹄子，竟敢如此放肆，欺负到你的头上！这是皇上为你爱人赐婚的上旨，你这就拿到前王府去，夺了那贱人的正妃封号，好生给她一点教训尝尝。那蝶儿就谢皇上、皇后娘娘恩典。殿下，这就是回天雪莲的种子了。据古书记载，这回天雪莲有固3魂稳7魄的奇效，若能在同房前给王妃服下此物，便能保她万全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和江莲就都能活下去了。只不过，要想这回天雪莲开花，必须要以真心之人的心头血浇灌滋养，整整7日，不可间断。心头血，既然这雪莲能救莲儿的命，我安心取血又何妨？拿刀来，本王要取血。殿下，这万万不可！取心头之血本来就凶险之极，何况要连取7日，您千万不能为了救王妃，弃自己的性命于不顾啊！是啊，殿下。即便您愿意用心头血去滋养这回天雪莲的种子，但7日之后，这种子能否长出雪莲，还要看献祭人的诚心和缘分。万一这缘分未到，不仅救不了王妃命，还会严重损伤您的身体呀！殿下，册立储君一事已迫在眉睫，这万一取血出了什么闪失，您这10余年的功绩和心血都将功亏一篑。少废话，拿本王的匕首来！不好了，王妃，苏彩蝶小姐她强闯进门了，而且她还穿着喜服，带着嫁妆进来。什么？您就是苏彩蝶苏小姐？大胆殿妾，见得我们秦王妃竟敢步行参拜大礼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守之女苏彩蝶，温良敦厚，品貌出众，与前王萧玉可谓天造地设。未成佳人之美，特将苏氏之女苏彩蝶许配前王为正妃。
钦此。听见了吗？圣旨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我才是玉哥哥的正妻。我才是玉哥哥的正妻，而你，一个卑贱的下等人，还想攀玉哥哥的高枝啊？做梦！怎么，看妹妹这表情是不太服气呀？难道你还想抗旨不遵？妾身不敢。只是这赐婚的圣旨，理应由殿下来接，但是不巧，殿下这几日外出，妾身无权替他做主。无妨啊，本来这圣旨也是玉哥哥亲自向皇上求来的。我们苏小姐和前王那可是青梅竹马啊，两情相悦，她才是王爷明媒正娶的正妻。至于你这个二嫁的破鞋，连个通房丫鬟都比不上。小玉啊，小玉，你的青梅竹马都带着圣旨欺负到我面前来了，在你心里就这么看不起我这个正妻？好了，本妃都已经进了王府的门，那这王府的正事自然应该由我来做。你这个下贱的东西，还不赶紧把你那些破烂东西收走，离开本妃的闺房！虽然你是圣上御赐的前王妃，但我也是殿下八抬大轿娶回来的正妻。殿下不在，就算无人做主，你也没有资格这样对我。哎呦，姑奶奶，这可认不得。这块手帕是殿下的心爱之物，他一直贴身珍藏着。你要是给他毁了、扔了，殿下要是回来，你10条命都不够赔的。这手帕之上竟绣着一只彩蝶。王妃，您的闺名就叫彩蝶，可见殿下对您的重视。平日里拿着这块手帕睹物思人呢。看见了吗？玉哥哥定是对我日思夜想，才会将这彩蝶绣于贴身的手帕之上。我不管你是用了什么下贱的方式让玉哥哥上了床，但现在看来，玉哥哥心里深爱的是我才是他的正妻，而你不过是一个无名无分的外室。这绣着彩蝶的手帕，我也曾见小玉戴在身旁，却不知竟是为了思念她的心上人。一个无名无分的外室，还敢鸠占鹊巢，还不赶紧给本王妃滚出王府！苏小姐的意思，妾身明白，但妾身是王爷八抬大轿娶回来的正妻，既要休妻另娶，也应该循礼而行。苏小姐还是等王爷回府之后，亲自给妾身下休书吧。你还赖着不走了？皇后娘娘驾到！趁玉哥哥不在府里，正好能见皇后的时候，弄死这个鸠占鹊巢的小贱人。妾身将士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你就是九王爷带回来的那个女人，市井小户出身，还是个二嫁的弃妇，真是给萧家丢尽了脸。彩蝶参见娘娘，娘娘莫怪彩蝶来迟，实在是这手上的伤疼得厉害，彩蝶只顾着上药，误了拜见娘娘的礼数。彩蝶，你这手怎么烧成这样？娘娘还是别问了，就当是彩蝶自取其辱吧。本宫在此，谁还敢害你不成？快说！是他，江莲，他不满皇上的赐婚，还不肯让出正妃之位，还对我心生妒恨，烧毁了王爷送我的定情献物。我生怕辜负了王爷的深情，就用手到火里面去捡，双手才被烧成了这样。你胡说！这手帕分明一直都在你手里，我从未碰过，你怎能如此的诬陷我？你胡说！这手帕一直都在你手上，我从未碰过，你怎能如此的诬陷我？还敢顶嘴！给本宫跪下！王妃讲话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外室还敢顶嘴！本宫只知道你用下流的手段魅惑前王，夺走了彩蝶的正妃之位，没想到
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嚣张，还要恶毒。你竟因为嫉妒郑飞，对他极尽欺辱虐待，还竟烧毁了他的定情信物。若你还想活命，就从这里跪着走到钱王府的大门，一磕3个响头，滚出去，就再也别回来。我倒真想离开这钱王府，可是只有跟您圆了法，王爷才能化解阳毒，长命百岁。我若走了，萧玉的病也就没得治了。皇后娘娘，妾身自知出身低微，配不上王爷，但是妾身与王爷还有一件私事未了，真需等王爷恢复之后才能离开，请皇后娘娘恕罪。没想到啊，只过了短短5日，这回天雪莲就长出了花苞，简直是千载难逢。可见殿下心中一片赤诚，定能得偿所愿。殿下，您连续驱邪5日，已是元气大伤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有性命之危呀！本王的身子，本王清楚，不必你说。殿下，不好了，王妃在府里面出事了。什么？皇后娘娘，妾身与王爷还有私事未了，妾身须等王爷恢复之后方可离府，请娘娘恕罪。娘娘，你看他一个外室，仗着自己有几分下流本事，就赖在王府不走了。看来彩蝶这辈子是没有办法做王爷的正妻了。与其这样含而不得，郁郁而终，那彩蝶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你是本宫的侄女，更是钦定的前王妃，怎能如此软软糯糯，任由一个外室骑到你的头上？你不是不想滚吗？从现在起，你想滚也来不及了。今日本宫就替王妃做主，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种。来人，给他上刑罚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你身为正妃，理应亲自教教这个外室什么才叫规矩。彩蝶啊，就由你给他上刑罚。是，娘娘。既然这是皇后娘娘的懿旨，那彩蝶就无有不遵了。皇后娘娘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将连不认。小贱人，等会儿我给你打个皮开肉绽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勾引玉哥哥。敢动本王的女人，找死！小玉，你做什么？彩蝶可是皇上为你指婚的正妻，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奸妇，你竟然为了这么一个外室，如此羞辱自己的正妻！皇后是在哪儿到底？莲儿是我的外室，那个女人是我的正妻。玉哥哥，彩蝶知道，其实你一直都是心悦于我的，对吧？你贴身戴的这只手帕，上面绣的这个蝴蝶，不就是为了思念我吗？只可惜，现在你我的定情信被烧成了现在这个样。是谁烧的？是。本王再问一遍，谁烧的？是谁烧的？本王再问一遍，谁烧的？是江莲。你胡说！殿下，妾身自知出身卑微，不配做这正妃之位，但绝不敢插足你跟苏小姐青梅竹马的正缘。只是你我之间还有私事未了，妾身总不能坐视不管吧？等你疾病痊愈，但求一纸休书，妾身绝不纠缠。只是这手帕，
我支持你和苏小姐的定情信物，妾身就算有1万个胆子，也绝对不敢毁坏分毫，请殿下明辨。定情信物，莲儿怎么就认定这帕子是我和苏小姐的定情信物？玉哥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殿下，这是何意啊？你还真是多忘事，竟然都认不出你和我出浴室的信物。只月灵犀过西岭，光暗相投。晚来听水走，只一听秋水闻蜉蝣。几玄冥不可两杯斗，却和心。这是你我2人相遇时，我为你包扎伤口，红盖头。这是你我之间的定情信物。他贴身佩戴的，竟然是我和他相遇的信物。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他心里一直是有我的。小玉，你简直是胡闹！玉哥哥，你被他灌了什么迷魂？他要这样对我呀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本王对你的飞膝？玉哥哥，你难道真的没有对我动过心？难道这个都是我一厢情愿吗？娘娘，放肆！本宫怎么不知？你被这个狐妹子蒙住了心。不过，皇上御赐的圣旨在这里。本宫命你与彩蝶立马成婚，难不成你连圣旨都敢违抗吗？哼，圣旨，看见了吧？圣旨上可清清楚楚地写着，本宫劝你最好趁早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妇赶出去，娶彩蝶为正妃，免得触怒了圣上的天怒。小玉，你竟敢撕了你父皇的圣旨，大逆不道！殿下，你别冲动，这可是圣旨啊！父皇他还真是老狐，连圣旨都能写错。儿臣请皇后让父皇重新拟一道圣旨，赐冕儿做我唯一的妻子。此生此世，本王只会娶她，绝不另娶。撕毁圣旨不算，还要圣上专门为你，为这个贱人下旨！你这个逆子，你是要倒反天罡不成？罢了，念在父皇年迈病重，儿臣不便。那就等儿臣登基之后，朕亲自为你儿下旨。烦了烦了，烦了天了！你竟然当着我这个皇后的面，如此不服管教，大放厥词！您现在的确是皇后，但父皇崩驾在即，你很快就不是皇后。好，才是皇后。送客。娘娘，江莲这个小贱蹄子，到底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术，竟然让九皇子鬼迷心窍，连皇家的脸面都不顾了。玉哥哥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眼光那样高，怎么可能看得上江莲那种二嫁女？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。张公公，在，去给本宫好好查一查，江莲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底细。是。
参见陛下。九皇子前王萧逸道：“让他进来。”来了。儿臣萧玉参见父皇。起来吧。没想到，朕等到临死的时刻，老大和老八他们还是一群碌碌无为的酒囊饭袋。唯一能担得起帝王之位的，只有老九你了。只是你30岁的生辰马上就到了，你这玄阳之症，请父皇放心，儿臣已经找到了治病之法，这几日定会痊愈。儿臣定能接任大统，与江山同子。也罢。朕也时日不多了，今日便写下这传位密旨，钦定你为储君。只要你能活过30岁的生辰，密旨即可生效。但倘若你活不过30岁，这皇位只有让其他皇子坐了。儿臣明白，儿臣定不负父皇所托。殿下，大师给您续了7日寿命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。更何况今日圣上病危，连遗诏都发给您了，登基已是迫在眉睫，您可要尽快与王妃圆房啊！再等一等，只需1日，回天雪莲便能盛开了。我一定要与莲儿一起活下去。偷偷藏些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没什么。给本王看看。不给你看。不给看，那本王可就……哎，我给你看，但是我得问你个问题，万万不能撒谎。想问什么？在你心里，我对你而言，只是治病的解药，还是说想厮守一生的妻子？想问什么？萧玉，这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你了，只是你会不会对我说实话呢？在你心里，我对你而言，只是治病的解药，还是说想厮守一生的妻子？你关心我，爱护我，到底是不是出自真心的？莲儿为什么要问这个？难道她心里已经有了猜疑？不行，绝不能让她知道玄阴之体会死的事，还得尽快弄到回天雪莲，让她平平安安活下去才是。这两者都不是。本王今日来其实是想告诉你，圣上已经下诏将皇位传位给我，只等圆房之后，本王过了30岁生辰，便可名正言顺地继承大统了。所以，你不只是本王想要厮守一生的妻子，更是将来母仪天下的皇后。我不在乎你是不是皇上，我也不奢求做什么皇后，我只求你一颗真心，便足矣。所以你刚刚在藏些什么？有什么
是本王身为夫君都不能知道的。这是我为我们圆房时候准备的喜帕。喜帕？就是新婚之夜女子落红接红的手帕。我听老人说，这个手帕要是新娘亲自绣的话，可保夫妻情深，长长久久。莲儿，今日父皇垂危，即将传位给我，所以事务有些繁多，害得圆房之事一拖再拖，实在是劳烦了你。待本王处理完了这些政务，便能与你朝夕相伴。青丝盘几圈，一岁无爱，一报无尽的后怕。我经历万千时光走马，独行过一瞬悲哀呀。什么？江莲就是给萧玉治病的玄阴之体？萧玉那小子瞒的还真是密不透风啊！就算他能救玉哥哥的命，那又怎样？他不过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再嫁女，更何况圆房之后他必死无疑，玉哥哥又何必娶她为妻呢？为了那个女人，萧玉竟不惜挖心头血来浇灌雪莲，可见他对那女人动了真心了。怎么办呀，娘娘？我也想玉哥哥长命百岁，可玉哥哥要是对那个女人动了真情，把她娶回家，百般维护，那我这辈子就做不了皇后了呀。本宫倒是有一计能害死那个小贱人，若是她死了，你的机会自然就来了。殿下，练成了，殿下，成了！这回天雪莲丹终于炼成了，这丹药的成色出奇的好，可见殿下对江莲小姐那是一片深情啊！太好了，江莲的命有救了。昨夜先皇驾崩，您这7日的寿数也已告捷，继位之事迫在眉前，还请您尽快回府，跟王妃圆房吧。备车，回府。传礼部准备登基大典，并同时举办封后大典。是。幸亏我早有准备，偷偷调换了真正的雪莲丹。等江莲吃了那颗假的雪莲丹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了。江莲啊江莲，你可不要怪我，玉哥哥的妻子只能是我。江南红豆树，一叶一相思。红豆尚可亲，相思无几时。相思豆虽然娇艳，却也凄美。也不知这新婚夜的一抹红，比之相思豆何如？王妃，王爷他回府了。当真？王爷说今夜他就与你圆房，他说让你把这个药给吃了。这时候啊，王爷说
这药是滋阴补肾的，这不您是头一回，怕您吃不消。不正经。来。王妃，该出御梳妆了。嗯。萧玉是玄阳之体，这应该是大师给他看病的书吧？玄阳之症，命不过30，须与玄阴之体同房，方可根治。然而阴阳相克，同房之后，对玄阴之体损伤极大，重则病丧黄泉。病丧黄泉，这不可能啊！萧玉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，不，他一定不会骗我。玄阴之体死后，怨气极重，须以1001件灵气镇养，方可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王爷多送您一些聘礼作为补偿，要送上1001件，才配得上您王妃的体面。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新婚的聘礼，而是陪葬的冥器。若得其真心，再赴巫山，疗愈之效最佳，可保永世无虞。他可是本王的正妃，谁给你们的狗胆，对本王的妻子道歉？这是你我之间的定情信物，此生此世，本王只会娶她，绝不离去。你不仅是本王想要厮守一生的妻子，更是将来母仪天下的皇后。我把一颗真心都给了你，可你却是只想要我的命。莲儿，莲儿，小雨，你怎么如此？我这是怎么了？身上怎么会这样绵软，这样燥热？小雨啊，小雨，你为了拿我续命，为了继承你的皇位，竟不惜对我用这样龌龊的手段吗？莲儿，今夜过后，我就能登基为帝，而你，也就是中宫至高无上的皇后。王妃将至，与朕相识于解放，生死与共。
恩爱不移，昨册封武后，为六宫之主，天下情深所至，再不离去。莲儿，朕这一切都是你给的，朕会用一辈子来偿还你。殿下，哦不，陛下，卯时将至，该准备登基大典了。陛下，依您的旨意，登基与封后将同时举行，皇后娘娘也该起床梳妆，准备封后大典了。莲儿累了，多睡会儿，晚些再叫她也不迟。是。奉皇天之眷命，烈圣之宏修，上顺天命，下合人心，仅于今时，知告天下，继皇帝位，天地同寿，日月同辉。朕今日得以继承先皇大统，心中最是感念的，便是朕的结发爱妻姜氏。今日登基，朕在此立誓，后宫之内只他一人，今生今世绝不另娶。现举办封后大典，夫妻恩情，表率天下。传皇后姜氏进殿。宣皇后姜氏进殿。宣皇后姜氏进殿。宣皇后姜氏进殿。皇上，皇上，不好了！皇后娘娘变天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吃了回天雪莲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还会这样？皇上，不，这不是真的。莲儿她没事，莲儿她肯定不会有事的，一定是她心里怨着朕，怨朕这2日太忙了，所以一时冷落了她，故意赌气装睡呢。是不是莲儿？啊，莲儿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朕，朕求求你，你跟朕说说话行不行？莲儿，皇后，你这是在抗旨吗？命令你马上睁开眼睛看看朕！你睁开眼睛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朕！皇上，皇上，您的病刚刚好，不宜过度悲伤，还是要以龙体为重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您就让皇后娘娘安息上路吧。放肆！别说皇后她死了。他只是睡着了而已。你们都给朕滚！都给朕滚出去！都别打扰他！
先是皇上，只要你醒过来，你就一定能醒过来的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停步吧！你才刚继承先皇大统，朝堂上还等着500官，肩上还担负着社稷江山啊！他这一死，救的不仅仅是您的性命，更是这江山社稷、百姓万民。我不在乎你是不是皇上，我也不求成为什么皇后，我只求你一颗真心，便足矣。这皇位我不要，这江山社稷我不要，请苍天来而还给我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她天魂已离，阴魄已散，老奴实在是无力回天呐。皇上，你终于醒了。皇后呢？太后今天悲伤过度，皇后娘娘的灵又不能停太久，所以就命礼部的人操办了皇后娘娘的丧仪。现在皇后娘娘的遗体已经停在皇后陵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她还是会离我而去？我要去见她，我要去见她。皇上，皇上！李公子，李公子，多亏您府上和礼部尚书魏大人的关系，小的才能有这么好的差事呀。关于皇后园陵的建造，是家父和魏大人一起操办，我今日前来只是替父监工，你们忙你们的便是。好。江莲，怎么会这样？江莲，都怪我无能，没能护你周全。若是当初我能够再坚持些，你就不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。莲儿呢？朕的皇后呢？回陛下，按照皇后娘娘的遗旨，已将棺椁葬于此处了。谁能
皇上，你让娘娘安心入土吧。自从娘娘去世之后，您一夜白发，她在九泉之上一定能感受到您的情深意重。您就算现在把棺椁给挖出来，她也不能复活呀，皇上。一场细雨洗风尘，只是世外的情景，不闻不问，谁也不用把这往日当真。我踏过三千的一片心前程，白过了不再分享独善其身。我粉墨在描一眼朝前困，我只配醉着念诗文。这一路万丈红尘的一个平凡人，只一盏枯灯照亮清净六根。莫情莫怨，莫再起诉，我不忍浮沉。去，查清楚皇后的死因，朕要让凶手血债血偿。是。启禀皇上，属下带人严密搜查，从蓝银寺到各府各院，最终在苏府的苏小姐的房中找到了这个。这是血炼丹。是，属下已查明，苏小姐在无极大师到来之前，就已经偷偷调换了真正的血炼丹，所以无极大师给您的是一颗假的。皇后正因为服用了假的，所以才……贱人，现在何处？玉哥哥，你现在已经登基为帝了，这江山都是你的了。为了一个江莲，一夜白头，迟了吧？大胆！皇上面前岂容你放肆？还不赶紧认罪饶命！我苏彩蝶何罪之有？我何罪之有？要不是他江莲，我现在就是东宫的皇后。虽然他们都说你活不过30岁，我还是求着先帝，求着太后娘娘，让我嫁与你为妻。我也做好了为你殉情的准备，我无怨无悔。可你为了那个江莲，辱我，弃我，我苏彩蝶爱了你10年呢，我心有不甘。更何况，你不是从一开始也做好了让他替你去死的准备吗？传朕的旨意，苏氏满门抄斩。是。苏彩蝶五马分尸。来，把药喝了。我自己来吧。李公子，我的病好的差不多了，你要不还是尽早回府，明日再来看我。可是，你气血不足，身体虚弱极了。若是无人在旁边照顾，这日子该怎么过？这日子有什么不能过的？自从被枕边人送去鬼门关走了一遭，连死都不怕，还怕这日子苦吗？江莲，其实我愿意一直照顾你。放开我！你这怎么了？恭喜啊，姑娘，你已经有2个月的身孕了。身孕？我竟然怀上了萧玉的骨肉。
听说了吗？皇上已经下旨了，处决了苏氏一族。据说是苏家长女苏彩蝶设计害死了先皇后，直接被诛了9族。我还听说呀，自从这先皇后病天以后呀，皇上不仅一直住在乾王府，不肯搬至这皇宫，而且呀还下旨永不封后纳妃。这皇上对先皇后的情谊真是比金坚比海深呐。莲儿，既然你已经怀上了皇上的骨肉，那你是不是要重新回到他身边了？李公子，真正害死我的人，并不是苏彩蝶。他从一开始想娶我，只是为了要我的命。他所谓朝思暮想的皇后，早就被他亲手杀死了。我跟他情谊已尽断，绝不回头。好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会把这个孩子当成我自己的亲骨肉的。李公子，这段时间谢谢你对我的照顾，但是我对姻缘、对情爱也彻底死心。你实在不该把心思放在我身上，你尽早的去娶妻生子吧。至于这个孩子，我会好好抚养他长大的。莲儿，你一定恨极了我吧？7年了，我日日夜夜都在念着你，可为何你却从不肯出现在我的梦里？皇上，用这一生一世一起一回的相朕叫你来，还是想让你算算莲儿的三魂七魄究竟去了哪里？朕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梦见他？是。为何你屋檐下听一场雨？怎么说？皇上，卦象显示，有一法子可以让您见到皇后娘娘。什么法子？依卦象所说，这官窍就在那回天雪莲。回天雪莲？不错，3日之内，您必须要找到9981朵回天雪莲，置于此地陵寝之中，祭奠皇后娘娘的魂魄。而3日之后，便是100年一遇的7星连珠夜。待到那一夜，这9981朵雪莲齐齐盛开之际，您就能再次见到皇后娘娘的面。此话当真？只是你也知道，这回天雪莲即使稀有，全天下也不会多过100株。而3日之后的7星连珠夜，更是100年一遇，不可错失。这短短3日，你也不可能凭着心头血浇灌出81朵雪莲来。因此，您要想见到皇后娘娘，无异于登天之难。只是这机会一旦错失，您就再也见不到她了。只要能再见到莲儿，就算18层地狱，朕也闯得。区区9981朵雪莲，又有何难？若约，属下在。昭告天下万民，凡奉上回天雪莲者，一株赏1000两黄金。3日之内，9981朵雪莲，一个不差，必须送到这皇后岭来。安，安，这病怎么越来越严重了？7年前那次圆房，害得我气血受损，活到今日，恐怕时日不多。这朵雪莲终于要开花了。神医说了，只要集齐9981朵雪莲，
娘亲的病就有救啊！虽然现在只有1株雪莲，但只要安安努力，一定能治好娘亲的。可恨小玉那个狗贼，他高高在上，坐在他的皇帝之位，享受他的荣华富贵。这可怜我的安安，又该托付给谁呢？娘亲，安安，来，慢点。娘亲，喝坏了吧？娘亲做了几个鸡子，我们回家吃啊。安安，你干什么了？娘亲，你是不是又割血，去娇惯什么雪莲了？娘亲是不是跟你说过了，那些神话的话不能信？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你这个孩子！娘亲，不是不听话，神医说了，只有鲜血浇灌的雪莲才能救你的命啊！不想娘亲病重，不能没有娘亲。对不起啊，安安，娘亲不是故意凶你的，但是娘亲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娘亲不想让你受伤，也不想让你遇到危险。但是你放心，娘亲的病很快就会好的，娘亲也要活很久，陪你长大，好不好？皇上，已经过去2日了，找到多少株雪莲了？启禀皇上，臣以万金悬赏天下13州，如今已是寻得了80株雪莲，现在还差1株雪莲，就可以完成献祭仪式。于明晚7星之夜，您就可以与皇后娘娘相见了。只差1株，只要再找到1株，找，给朕尽全力找。只要找到这最后1株雪莲，朕可以许下任何封赏。报皇上，东西找到了。听村野之人说，第81株回天雪莲就在城外的一座荒山里。好，甚好，幸得上天垂怜，朕终于能与莲儿再见一面了。哪怕是魂魄，朕亦求之不得。若雨，你亲自去接了，这最后1朵雪莲至关重要，万不可出现任何闪失。是。好了，这朵雪莲终于开花了，安安可以摘下它，给娘亲治病了。我的雪莲，小孩，这是100两黄金，这雪莲我要的。这是100两黄金，这雪莲我要的。你不许走，那是我的雪莲，我娘亲生了重病，还等着这雪莲救命呢。这株雪莲可是皇上要献给先皇后的，您的山沟里面的娘亲是死是活，能跟先皇后的一根头发撕比？大人，我跟娘亲孤儿寡母的相依为命，我不能没有娘亲，求你了，你就把雪莲还给我吧。小孩，你难道不知道当今圣上爱妻如命，先皇后可是皇上的逆母，这9981株雪莲少了1株，皇上肯定会龙颜大怒，到时候肯定会把你全家都杀掉。走。你不许走，那是我的雪莲，还给我。雪莲没有了，娘亲的病该怎么办？这9981株雪莲少了1株，皇上肯定会龙颜大怒。只81株雪莲，皇后灵，娘亲的病想要痊愈，正好需要这981株雪莲。看来我只要去皇后陵，就能救娘亲了。太好了，这最后1株雪莲终于找到了。皇上，那9981株雪莲已经平安送至皇后陵，今夜便是7星连珠之夜，您终于可以跟皇后娘娘的灵魂相遇了。7星连珠，稍纵即逝，万不可误了时辰。备车，去皇后陵。莲儿，整整7年的阴阳两隔，我终于能再见你一面了。安安，安安，这孩
去捡个柴的功夫，又跑哪去了？林婶，莲妹子，我刚在路上撞见你闺女了，她让我给你捎句话，说她去什么皇后陵园，给你去找雪莲去了。皇后陵园？哦。自从小雨以为我死后，那皇后陵变成了禁地，安安怎会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？哇，好大！这就是皇后陵，简直比真的山水还要壮观。是回天雪莲。1、2、3，真的有81朵，2000的病有救了。皇上，老夫刚才观了天象，赛有一刻钟便是那7星连珠，到那一刻，9981朵雪莲会齐齐盛开，您就能见到皇后娘娘了。只是这7星连珠千载难逢，转瞬即逝，您可千万不能错过呀！莲儿，7年的阴阳两隔，我终于能再见你一面了。这就是已故的皇后吗？这皇后娘娘的眉眼怎么和娘亲一模一样啊？大胆！你在干什么？大胆！你在干什么？男人身穿龙袍，难道他就是当今圣上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9981朵雪莲全毁了，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失了。天啊，为什么我拼了命的想要见你？可你终究是和我有别。你这小杂种，皇后陵里偷雪莲，你想被满门抄斩吗？皇上，这小杂种毁了雪莲，害得您和皇后娘娘永世不得相见。您看该怎么处置？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还在家里等着皇上，娘亲的只有安一个亲人了，你就放过安安吧。你只有一个娘亲了，很好，你害得朕和挚爱之人永世不能相见，那朕便让你的娘亲也尝尝失去挚爱的滋味。力决，枭首示众。是。皇上，知道自己犯了死罪，不怕死，但是能不能求求你，这安死了，把这81朵雪莲送给安的娘亲，安的娘亲，她的病很重，快要死了，皇上，求求你了，你就救救安的娘亲吧。行行。是。干什么呢？
哪来的乡野村妇？这尊贵的皇后陵，也是你能来的地方？大人，我女儿不小心跑进去了，我能进去找找吗？你女儿？你是说那个胆大包天、偷拿皇后祭品的小杂种？哼，原来竟然是你女儿啊！偷拿祭品？不是的，她说过来找什么雪莲。大人，你有看见她吗？我找不到她了。哼，你来晚了一步，她已经被皇上斩首示众。你说什么？斩首？谁让他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敢毁坏先皇后的祭品？这天下谁人不知，皇上爱妻如命。这981朵雪莲，乃是用来召唤先皇后的魂魄的。不想，竟被你那女儿给毁坏了。你那杂种女儿，害得皇上与皇后永世不得相见。只把她枭首示众，已经是皇上法外隆恩了。不可能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！你还不相信？这就是你那杂种女儿的遗物，拿上它，混蛋！我的是娘亲没有，娘亲没有保护好你。小玉，小玉！听说了吗？有个小孩跑进皇后陵里，偷到先皇后的祭品，皇上龙颜大怒，把这小孩斩首示众了。唉，谁让这小孩撞了皇上的逆鳞呢？皇上一心想要见到先皇后的魂魄，结果却被这小孩毁了，害得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爱妻了。话说回来，皇上真是深情啊！先皇后去世7载，皇上思念成疾，连一个妃嫔都不拿，甚至连皇宫都不住了，就住在成亲的前王府里。这一代帝王深情如斯，真是可歌可叹。先皇后泉下有知，该会为此深爱着皇上吧。爱妻，你口中所谓的深情，就是亲手杀死了，就亲手杀死了我们唯一的骨肉吗？你不是爱我爱得死去活来吗？那我就让你也尝尝永世挚爱的滋味。哎，干什么？这前王府现在可是皇上的居所，你个疯女人，跑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来杀了萧玉那个狗贼！大胆！你这个疯女人，竟敢辱骂当今皇上！皇上，哼！萧玉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杀了我的女儿，我要了你的狗命！皇上，你女儿就是那个偷祭品的小孩，她毁坏先皇后陵墓，害得皇上和太妻永世不得相见，她这是大逆不道，死不足惜。爱妻，萧玉，你口中的爱妻，不是被你亲手害死的吗？她死得好，死得该啊！萧玉，你这辈子就活该孤独终老，和你口中的爱妻黄泉碧落，永不相见！女人住口！皇上只不过是杀了你女儿一个小贼，没杀你们家满门，已经很是仁慈了。没想到
还敢来送死？对，我今天就是来送死。你去告诉小雨，他有种，他就下旨处决了我。皇上，那小贼的母亲找到了前王府，竟满口污言秽语，还当众辱骂你。他骂什么？他骂您是畜生，说让您给他的女儿偿命，还骂到先皇后头上，说他该死。放肆！他刚才还叫嚣，说要您亲自下旨，处决了他。既然他存心找死，那朕便成全了他，将他带到皇后，给朕的皇后陪葬。皇上有令，见父无名氏刁蛮跋扈，对先皇后大不敬，狂悖猖獗，十恶不赦，位告先皇后在天之灵，予以斩首示众，以示廷威。皇上驾到！5:3刻已到，见父无名氏，即刻问斩。这一世牵绊纠结，触动了心弦。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，留一片刀光心愿，鸦雀浮生缘，眉不见，还有我的思念。你还活着？小雨，你7年前杀我还不够，现在又杀了我们的亲生骨肉。你说什么？她是你的女儿，她是你的女儿，你却亲手杀了她，你却亲手杀了她。这人人都说你小玉是个深情帝女，害我这个皇子哀到死去活来。如今你杀了我最爱的人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你最爱的人死在你的面前。不要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也让你尝尝你最爱的人死在你面前的滋味。不要！传太医，传太医！不要！传太医啊！关于皇后娘娘的病情，咱们还是借一步说话吧。
启禀皇上，皇后脉象沉细，气若游丝，除失血过多导致的气血亏虚之外，昏迷不醒的病因恐怕与7年前有关。7年前，你指的是朕和莲儿圆房？正是那次圆房后，导致皇后阴阳两虚，再加上育有一女，皇后现在已经是病入膏肓之躯了。那这要怎么治啊？回天雪莲吗？若1颗不够，朕可以用心头血去滋养回天雪莲，无论多少，朕都不惧。可惜皇后娘娘现在的身体，单凭雪莲已经无法延续，皇上还是节哀吧。放肆！朕的莲儿好不容易又回到了朕的身边，无论如何，朕都要救回她。若是救不回朕的皇后，朕要你全寺的人一起陪葬。回皇上，这救命的法子确有一个，只是……说，除非借您的手续他的命。竟然还活着！这里是乾王府。一杯和亲，一世深情，同甘共苦，比翼连枝。莲儿，太好了，莲儿，你终于醒了。你知道吗？这7年，我真的无时无刻不在等你回来。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女儿，她已经被皇上斩首示众了。滚开！你杀死了我的女儿，你不得好死！不是的，莲儿，你听我解释，你不知道她是娘亲。娘亲，你终于醒了，我和爹爹都担心死了。你没事，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不是梦，娘亲，爹爹把安接到王府里，照顾得很好。可他们都跟娘亲说，你被皇上……回皇后娘娘，皇上对外宣称已处死偷雪莲的小贼，只是为了威慑天下。皇上并没有为难长公主，反而将她照顾得十分妥当。没想到萧玉竟还有仁慈的一面，可即便他现在善待安安，也无法改变7年前他想要夺我性命的事实。安安，我们走。爹爹，安安，什么爹爹啊？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你早就没爹爹了。走，娘亲带你回家。你放手！当着孩子的面，你要干什么？放手！若愚，带长公主去御花园玩。是，皇上。你放手啊！你要干什么，小雨？你非要看着我们娘俩死在你面前，你才甘心吗？放手！爱一见如故，用尽一生去投入情注，问心为何物，逃脱世俗。把那杯孤单去放逐，在天空飞舞。只要你能，你怎么不躲？你怎么不躲开？从你离开的那天起，这里就已经空空荡荡。
的身体需要静养。安安那么小，她若在宫里面，你舍得让她担心吗？你只要乖乖坐上这中宫的凤位，无论是宫中的名医，还是天下的灵丹妙药，朕都会为你寻来。以后，安安就是我的长公主，我会用尽一切对你们好。灵丹妙药，中宫凤位，还真是皇恩浩荡。我告诉你，我之所以变成这样，不都是你害的吗？莲儿，你听我解释，那7日，我整整用了7日的心。够了，萧玉，你的这些虚情假意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就算你恨透了，可你离开了这，你有几日可活？那安她怎么办？她还小，她才6岁，你让她怎么活？只有朕才能。我就算把安安托付给李修文，也绝对不会托付给你这个畜生。若雨，这是什么？怎么，这就不认识了？一根手指，已经算是朕对李修文小小的成绩了。萧玉，你凭什么对付李修文？就凭他替朕的皇后隐姓埋名，他明知道皇后没有死，却欺君瞒报。朕只是砍了他一只手指头，没有砍了他的狗头，没有将李氏满门抄斩，就已经是朕最大的恩赐了。你果然跟7年前一样，自私又恶毒。你这辈子都只能是朕的妻子。来人，将皇后禁足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得外出。皇后娘娘，该进膳食了。这些膳食都是皇上为您准备。不好了！皇后娘娘跑了！皇后娘娘跑了！小玉，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呢？朕说过，你这辈子只能是朕的女人，哪儿也不准去。小玉，今日你若不放我们娘俩离开，我就立刻死在你面前。娘姐，不要！今日你一旦踏出这个牢门，日后等病情加重，必死。与其等到那个时候再让你的女儿走，倒不如朕现在就成全。小玉，虎毒尚不食子，安安她也是你的女儿，你怎么能拿她的命来威胁我？你就是个猪口不如的畜生！3、2、小玉，你就是个疯子！我已经疯了7年。安安，
这把匕首虽然没有开过刃，不能伤人，但也很危险。以后不许再玩了。你要是万一伤着自己，爹爹可是会心疼的。我知道了，爹爹。还有，刚才安安配合爹爹演戏，演得很好。不管怎么样，总算是让你娘亲留下来了。安安知道，爹爹费尽心思把娘亲留在身边，都是为了给娘亲治病。只要是为了娘亲好，不管什么事，安安都会配合爹爹的。安安真懂事，你放心，就算倾尽所有，爹爹也会治好你娘亲的病。可是强扭的瓜不甜，爹爹你这样强迫娘亲留下来，就不怕娘亲以后记恨你吗？哎呀，恨也罢，我已经失去他一次了，不能再失去他第二次。启禀皇上，安安乖，爹爹让若愚带你去雍山。如何？借生术的仪式已经万事俱全，按照卦象来看，3日后举行岁驾。可是皇上，您真的想好了吗？朕这条命本来就是欠他的，也是时候该还给他了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以身相许。如此深情义重的帝王，实在可叹呐。既如此，不知皇上还有何遗愿？贫道愿为皇上分忧。我听老人说，这个帕子要是新娘亲自绣的话，可保夫妻情深，长长久久。皇后娘娘，您已经1天没进膳了，这些菜都是皇上为您亲自做的，您好歹也吃点儿。就算不为你自己身体着想，也要为小公主着想。您要是把身体饿坏了，小公主会伤心的。娘亲，你还是吃点吧，只有好好吃饭，才能回家去，才能陪伴啊！娘亲不吃，安安也不想吃了。算了，为了安安，我只能暂时屈服于小玉那个混蛋。娘亲吃，安安也吃。娘亲吃，快吃。吃吧。安安真聪明，一教就会写自己名字了。因为爹爹昨天刚教过安安写自己的名字。看到爹爹偷偷写了好多娘亲的名字呢。听说咱们这位皇后娘娘已经病入膏肓，太医院的御医都瞧遍了，可没有一个人能治，怎么还能活这么久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皇后娘娘之所以还能好撑到现在，全都是因为吃了那雪莲丹的缘故。雪莲丹？我可听说这雪莲丹乃是千金难求的稀世珍品，那炼丹用的回天雪莲，必须要用心头血，连续浇灌7日才能花开。不仅如此，这献出心头血之人，必须要用真情祈祷，否则就算用心头血连续浇灌7日，那回天雪莲也不一定能开花呢。心头血连续7日浇灌，你别多心。昨夜本王并不是去见什么苏小姐，待7日后本王回来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7日后，殿下是要去哪？莲儿，你安心在王府等着，等我回来。难道萧玉离开那7日，是在用自己的心头血为我滋养回天雪莲？难道萧玉离开那7日，是在用自己的心头血为我滋养回天雪莲？不可能，那个狠心、心狠手辣的男人，一心只想用我的命换他的命，
怎么可能会用这种自残的方法呢？皇后娘娘，奴婢先带小公主去偏房睡了。去偏房睡？为什么？这安安不都是一直跟我睡着？皇后娘娘，今晚皇上要您侍寝。侍寝？娘娘，这是皇上的吩咐。您为了小公主，还是准备沐浴更衣，准备侍寝吧。我若不走，只怕小玉那个混蛋又要拿安安来威胁我。就当做一场噩梦吧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安安，你跟嬷嬷去睡吧。过来。还不快履行你身为皇后的义务？给朕侍寝。朕劝你还是不要去死，不然总有人给你陪葬。来不及好好告别。那炼丹用的回天雪莲必须要用心头血，连续浇灌7日才能花开。难道他真的为了我，用心头血滋养回天雪莲？继续。他萧玉这样自私狠毒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对我动真情呢？星星之间，在一个吻下放心间，那是我对你最后的眷皇上，皇后娘娘现在肯定怨恨您，您现在非要召她过来侍寝，这不是让娘娘更加对您恨之入骨？朕的这条命注定是要还给她，可她偏又是个极心善的人，只要她对朕还有一丝情谊，断不会接受朕给她续命。只有她恨极了朕，才不会觉得愧对于朕，才能继续好好的活下去。小雨，我发誓，莲儿，对不起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即便皇上借生术的时辰到了，借生术？什么借生术啊？小雨，你又要干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莲儿，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，若有来生，我定不负你。
心跳难触摸。皇后娘娘，您终于醒了，您体内的病灶已经被彻底清除了，您定能长命百岁。真的吗？谢谢您了，大师。您该谢的不是老臣，而是皇上。此话何意啊？老臣也就不瞒您了。皇上他为了救你，不但用自己的心头血浇灌回天雪莲，更是用借生术和您一命换一命。那年红雪冬季，水袖淡衣，君还记，心中旧故藏透气。宿醉朦胧，故人归来，轻叹声爱你。君还记，旧忆里是谁人负你？这里就是刚发掘出来的萧国皇陵，墓室中2具尸骨同穴合葬，紧紧相拥，正是一代明君萧玉和他的皇后江莲。岁月把高山变为沧海，却从未将他们分开。萧玉，1000年前你我有缘无分，这一世你又在何方？